你就算不放过我，你也没有必要把我带回你的师门找死吧？你身上没有妖气，是死是活就看你自己了，一妹。你说什么？一妹？不然呢？掌门寿辰将近，正好带你体会清正门风，好好洗涤一下你的妖心。进去之后，要是有人问你什么的，你最好好好的演。要是出了什么岔子，我可救不了你。师兄，你总算回来了。知道你爱吃螃蟹，特意给你留了几只大的、肥的。师兄，这位是？这是我下山游历时结识的义妹。哦，我叫秦启，你呢？盐蛋。要什么呢？大师兄，你怎么也回来了？大师兄，3日后便是掌门的寿典，我特意回来为他贺寿。两位师兄自从下山游历以来已有数日，这次一同归来，想必掌门一定很高兴。唐师兄，唐师兄，唐师兄，我们几个师兄弟可都想死你了。这次回来，你可得多留些时日，我还有几个术法想要请教呢。大师兄，同门的情谊使人盲目啊！哎，咱们这山上可终于来了个姑娘啊！哎，我们几个不是姑娘吗？其实吧，这么些年一直拿你们当师弟来着。这位是盐蛋姑娘，是唐州师兄新收的义妹。我奉劝你们一个个不要动什么歪心思，她在这儿可是有我照拂的。哎，他们一个个都饥不择食的，你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被他们骗了。哎，我听说唐师兄向来不近女色啊。对呀，怎么收了你做义妹了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这说来话长，看不出来吧？我本是一大户人家的大小姐，奈何遭遇山匪，全家皆被杀害。这山匪见我长得还算周正，便想把我据为己有。就在我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时候，义兄从天而降，拯救了我。谁知那山匪竟然是一只癞蛤蟆妖啊！那蛤蟆可厉害了，义兄与那蛤蟆苦战多时，最终将那蛤蟆收服了，简直是雪中送炭。义兄的这份大恩大德，我哪怕是做牛做马，这报答都不及1/1000呀！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师兄，你既然已经救了他，为什么不把他安顿好，反而带到师门来了呢？我与义兄告别之后，谁知道那蛤蟆的残余党羽看中了我，我怕他们报复纠缠我，于是我便求义兄将我收下。这义兄见我孤苦伶仃、无依无靠的，便答应我，让我做他的义妹了。这不就带我回到师门来了。原来你跟唐州师兄的身世如此相像，怪不得他会动了恻隐之心。难道唐州的父母是被恶妖所害？我不过是随口编了一个故事啊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命运实在不公，姑娘受苦了。不过，现在你可以放心，既然来了凌霄派，我们大家都会保护你的。多谢大师兄。大师兄，时辰已经不早了，我们去拜见掌门吧。掌门近日在闭关，3日后方出。既然如此，我们把收妖瓶放下离开便是，不要叨扰掌门清修。好。在这儿发什么脾气啊？拿一只小乌龟出气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
小人，怪不得紫菱会睡在棺材里。有这种番规怪癖之人，竟然被我撞上了一个。我日后一定要在话本中加一个爱犯规的反面角色。你不是做牛做马都要报答你的救命恩人吗？去吧，报答的时候到了。我们只是在演戏，入戏太深的话会走火入魔的哦。做戏要做全套嘛，不然怎么能让人信以为真呢？是吧？严诞，给我好好写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义兄的螃蟹让我来吧，你赶紧同大伙儿去吃饭。没事，给我吧，你也辛苦了。严大姑娘，你是客人，烧饭这种事，师弟们愿意麻烦你。作为大师兄，可不能这样无礼。我来吧。真没事儿。我来。严诞，唐州师兄先是对你英雄救美，然后又一路护送，朝夕相伴，你可否有对他芳心暗许啊？这绝不可能啊！这恩情跟爱情是两回事儿。是，义兄他法术确实高超，但他这人的性格一言难尽，相信你也懂的。你误会唐州师兄了，他和你的身世很像，却又比你更加惨一些，所以才造就了他如今外冷内热的性格。他怎么了？他身世有什么故事吗？说来听听。师兄他从小就是孤儿，年少时被他的师父带回凌霄派抚养，二人名为师徒，实际上亲如父子。可后来，他的师父被妖所害，全家无一幸免。从那以后，师兄就性情大变，他在他师父灵前发誓，荡尽天下妖邪，惩恶扬善，绝无宽纵。要以毕生之力守护凌霄派。他对妖的成见这么大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幸好我过去的事情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要是我也有这么悲惨的身世，只怕就不能过得这么无忧无虑了。严丹姑娘，其实我们凌霄派的弟子是可以混假的。唯独掌门要存天理，灭人欲，断情绝爱，为他人所不能为之事，行他人所不能及之道。我虽然是大师兄，却没有唐师弟刻苦，而且他天资颇高，所以门派上下皆知，他才是掌门的候选人。怪不得这一路上他不近女色，软硬不吃，原来是这样。不过当你们掌门可太辛苦了，明明是个凡人，却有着神仙的要求。守卫正道，难免牺牲嘛。好了，我的鸭汤好了，我先给掌门送去。大师兄，要不咱们先尝尝两个，再给英雄送过去。好啊。吃螃蟹要蘸点姜丝和醋，这样吃多了也不会伤身。大师兄真体贴，你跟唐周完全不像亲师兄弟。唐师弟心怀大志，而我易于方安便可。少了不是？我也是这样的。好吃吗？好吃好吃。再来一个。你怪吓人的，在那儿。仗着自己以后会成为掌门，不跟女孩子打交道，就如此不知道怜香惜玉。莲花精来了凌霄派，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，不要蒙骗误导我的师兄弟们。谁蒙骗了？谁误导他们了？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我们妖精之腹，好不好？
人家大师兄对我那是热情关切，我自然也要热情回应啊！难不成像你一样冷着一张脸，辜负别人的一片好意？亲近也有尺度问题啊。他们不知道你的身份，若误会了，你负不了责。说到尺度问题，那我们之间这过于亲密的尺度问题，是不是要好好解决一下？过早，剥你的螃蟹吧。谁让你吃了？剔牙不行啊！不知道于墨这个时候在干嘛？我丢了这么久，想必他该急疯了。大师兄为你钓的鱼，怎么光看不吃啊？实不相瞒，我有一位好朋友，他的真身就是鱼。我跟他待久了，早就不吃鱼了。你离开师门，你会想念他们。我离开我朋友这么久了，我也很想他。而且他现在不知道我在哪儿，一定很担心跟牵挂我。你不是花精吗？哪来的鱼朋友啊？你别想着逃跑了，吃完这顿饭，把外面晒的书都给我拿回来。忘恩负义的小人！既然呢你说我忘恩负义，那你也别指望我放你出去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秦启他们被派去筹备掌门的寿典了，下午暂且休课，我特来通知师弟。颜淡姑娘不喜欢吃鱼吗？啊，昨夜我见你喜食螃蟹，不若午后我们去后山西涧捉螃蟹吧。我们凌霄派虽然吃食清简，但山中风光甚好，正好可以游玩游玩。好啊好啊！不行，因为他性子急躁，下午我已经给他安排了其他的课业，磨练心性。义兄，你这是限制我人身自由了。反正我也无事，不若下午的课业，我陪你一同历练。好呀好呀！大师兄，他需要的是静心自持，有外人在，不利于修身养性，对吧？不好，书还在外面。这下坏了。再着急也要小心一些，你终样还是输住他。多谢义兄接着我，不然又要闯祸了。大师兄，义兄的古籍刚才淋了雨，估计损坏了不少。这些时日我要帮他一一修复，那就暂时先不跟你去游山了。颜淡说的是，为了兄长的书，姑娘能如此奋不顾身，当真是有情有义。来日方长，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。作为师兄，有些话我不得不提醒你。你以后是要做掌门的人，切勿因私情断了前程。大师兄放心，我与颜淡是义兄妹，教导他是我的职责。这样的话，那就不打扰你们了。
簪子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你从哪儿偷的？谁偷你东西了？这是我师傅留给我的纪念。你师傅？哦，原来我师傅当年没抓住的那只小妖，就是你啊！这么多年了，还是如此狡猾，果然是妖性难移呀。这小妖，妖力不济，脑子倒挺灵光。原来那个让我给鱼陪葬的老头是你师傅啊！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都是胡搅蛮缠、不辨善恶的人。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！我要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你小人的真实面目！还骂不骂我师傅了？还要让凌霄派人尽皆知吗？还敢不尊师重道吗？是不是很想让我解开你的禁言咒啊？你想得美！这就是你污蔑我、诋毁我的惩罚。过来，把头伸过来。这个簪子我留着也没什么用，你带着吧。放到那边去，小心点。睡眠咒，七运指尖，力贯全身，居天地之下，欢欢然也。私藏我东西，还敢让我闭嘴？哼，这下栽到我手上了吧？师兄，颜丹这是怎么了？啊，研了半天墨，乏了吧？哦，对了，师妹，所来何事啊？今日是1年1度的中元节，按照门规，我们应该上山守夜镇妖。我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小吃和宵夜了，这不来叫你们一起呢。颜淡，你别害怕，这名义上是守夜，实际上就是我们门派1年1度的茶话会。
大家都很盼着这一天呢，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憋死我了，终于能说话了，什么情况？我愿意去，我愿意去。笑什么？怎么了？唐周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严大，你怎么还吃得下啊？不是你说的吗？这不是茶话会吗？不能吃啊！不是，刚刚说了这么多鬼故事，你不害怕呀？说实话，你们刚才讲那些鬼故事啊，真的比我在画本里看到的逊色多了。哦，你那么有本事，来说一个听听，我也想尝尝害怕的滋味。行啊，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的求我，那我就好心好意的给你们讲个鬼故事吧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在听我讲鬼故事的时候，大家必须都得闭上眼睛。若是谁吓得睁开了眼睛，那就算输了。输的人呢，要围着这个篝火正着跑10圈，然后再反着跑10圈，最后坐到自己的位置上。听明白了吗？行，那大家把眼睛闭上吧。闭上。我开始了啊。说着从前呐，有一只修炼了1000年的蛇妖，爱上了一个道士。这个道士表面跟他情投意合，其实是想把他的妖缘拿出来敛淡。最后，那个蛇妖被爱冲昏了头脑，对道士毫无防备。就在2人拜天地的时候，道士趁其不备，偷取了他的妖缘，并且将他推下了悬崖。你怎么抢别人的话说啊？这个故事呢，我很早以前就听说过了，所以提前宣告一下你的失败。行啊，既然义兄涉猎这么广泛，不如你也讲一个，让义妹我尝尝害怕的滋味啊。没问题啊。你做什么？严大，你别害怕，那个是降妖堂发出来的声音。师兄们每次云游回来，都会把捉到的小妖送入降妖堂关押。这堂内啊是机关重重，堂外呢又布下了锁妖阵，所以会时不时发出铃声。哦，怎么害怕了？谁怕了？那就乖乖的把眼睛闭上。闭就闭。听好了啊。从前呢，有一对夫妇，丈夫和一个砍柴的樵夫一起上山砍柴，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。于是妻子匆忙地去山上找他，找了很久，却只发现砍柴的那把斧子上面血迹斑斑。妻子呢，以为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，就哭着回家了。结果过了10日，丈夫突然又回来了，妻子欣喜万分。妻子就问他，说你啊，这段时间去了哪里？丈夫说，他在山上迷了路，找了好久，才找到回家的路。妻子第2日去了集市，遇到了和丈夫一起砍柴的樵夫，便问其此事。樵夫突然大惊，哎，你的丈夫10日之前便已经死了。于是呢，那女子不安地回到家，就看到自己的丈夫正低着头在找什么东西。突然有一双手臂抱住了她，
就这，唐天师，你这辈子都吓唬不了我了，好吧？还有，夫人，我的头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。你能帮我找找吗？啊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严淡姑娘，你怎么了？你有病啊你！你不是说我这辈子都吓不着你吗？哎，你拿的是我的酒。睁眼了，跑吧。小人。雨墨哥哥，雨墨哥哥，你感觉好一些了吗？我已无事。当年我在天上弯龙角神散，几近晕厥，是你用灵丹救了我一命。没想到多年之后再次见到，你又救了我一命。如此算来，我也是欠你2条性命了。雨墨哥哥，你我之间无需这般见外。当初天上一别，谁能想到，竟相隔这么久才得以见面。雨墨哥哥，你找到颜丹了吗？找到了。那你们可还适应凡间的生活？凡间的生活，自由自在，毫无压力，不像是天庭之上，清冷、压抑。我们2个过得挺好的。你呢？我和敖轩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。敖轩心机深重，绝非良人，你断不可因联姻之事而被裹挟，也不可因南海利益之事牺牲你自己的一生啊！谢谢你，普天之下，也只有你，能如此设身处地的为我着想了。你离开这么久，颜淡怎么还没来找你啊？颜淡已经被捉妖天师捉走数日，我此次出行，便是来寻他的，没想到却碰到了敖轩。现在颜淡生死未卜，我必须马上前去救他。我同你一起去，颜淡也是我的朋友，说不定我能帮上什么忙。不行，若是敖轩知道，便会拖累于你。我不怕被拖累。那也不行，就算敖轩不知道，你的父王也定会派人前来寻你。我不想拖累你的父王，更不想拖累南海。你说的对，如果我跟着你，只怕会加重暴露你的风险。敖轩知道你没了龙丹，定会想尽办法赶尽杀绝，这是我的逆鳞，
你带在伤处，任何法器都无法击穿。如遇威胁，还可以此换我相助。不可，逆鳞乃龙身上最珍贵的宝物，我断了。此物过于贵重，我断不可收。只有你平安，才能找到颜淡，也只有你平安，我。赵兰对我的情谊，我无以为报。现如今，我隐居野兰山境，若之后南海有什么危险，你随时可以唤我，我定舍命相助。我会尽量拖住敖玄。东海不愿其他水族知道九旗在世，有我施压，他定会收敛一些。等你找到颜淡，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好。待风平浪静之时，我定会带他前去见你。一言为定。主要是你伤了元气，这药你补补。哎呀，不必了，不必了，不用那么客气，我没受伤。谁知道你给我吃的什么药啊？是不是在借机报复我？我这好心照顾你，居然不识好歹。行，那别喝了。哎，别，开玩笑。开个玩笑嘛，我喝。我来，过来。这平时都是我伺候你的份儿，没想到也有你侍奉我的一天。费那么多话干什么？喝药都堵不上你的嘴。再来一口。掌门好。你救了他2次，如今又如此尽心尽力的照顾，可否对他动了情念啊？掌门误会了，昨夜义妹为了保护师门弟子而受了伤，她在这里无亲无故，理应照顾她。弟子绝无其他的非分之想。你乃修行之人，将这些红尘俗事置之脑后，自然也是修行的一部分。当年你师父信誓旦旦地跟我说，你乃天选之人，日后定会成为凌霄派的栋梁。这些年，你也没有辜负我们，你的身上肩负着凌霄派的未来。天师以收妖做法，替天行道为毕生所求。身为一派之长，须明了世间万物皆为虚空，既不受红尘所扰，必当心无旁骛，断情绝爱。弟子对掌门之位，并没有企图。若是凌霄派需要，我愿为师门一生苦修，不染凡尘。你唯有成为掌门，才能真正的带领凌霄派蓬勃前进。希望你不负师父所望，肩负起守护师门的重任。凌霄派的盛衰兴废，全看你了。是。如今王都突现异象，百姓人心惶惶，安都王因而张榜，广招天师除妖。此乃师门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。吾将此重任交付于你，代表凌霄派前去王都，继任大典后，即可动身。好。杭州秉承师训，今日受掌门继承者之法环。法环在手，约束于心，从此断情绝爱，了却红尘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，一
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一生我下转一场，山海无度万心中，欲别还休几时有空。青根微秀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傲轰动，去到人间锦绣好时候，黯淡再开人厮守。有没有见过一个手上有菱形印记的姑娘？你是谁？为何寻她？难道她就是杀害严丹全家的那只妖？此番是来寻仇的？说不说？她和我师弟去了王都，接王榜。